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樱桃琥珀大结局，张凌赫热吻赵今麦后，初夜床戏拍了个寂寞。当张凌赫与赵今麦主演的《樱桃琥珀》迎来大结局，无数翘首以盼的观众守在屏幕前，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情感爆发，却最终只收获了一场看了个寂寞的意识流骗局。剧情落幕，蒋教熙与林奇乐终于修成正果，然而观众期待值最高的初夜床戏，却被处理得令人匪夷所思。没有一个吻，没有一次深情的拥抱，甚至连最基本的亲密接触都吝于给予。镜头之下，两人仅仅是并肩躺在床上，深情对视，随后躲入被中，裸露出肩膀相视而笑。当观众以为这只是前戏时，镜头却无情地拉远，在一片朦胧的光影中，观众唯一能看到的只有被子下两双小腿隐约的晃动，戛然而止。就这么结束了？这拍的是默片吗？我苦等20多集，就为了看个腿部运动特写？史上最离谱意识流床戏，类似的嘲讽与怒骂瞬间席卷了各大社交平台，观众积攒了一整部剧的情绪，在这一刻被泼上了一盆混着冰茶的冷水，彻底炸开了锅。如果说这场盖着棉被纯聊天的床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那么此前那场本应是全剧高光的婚礼戏，则是压在这根稻草下的沉重磨盘。这场戏的割裂感足以让所有投入真情的观众感到困惑与愤怒。在剧情设定中，蒋教熙与林奇乐的婚礼是他们历经磨难后最甜蜜的宣告。画面中，张凌赫深情款款地为赵今麦戴上戒指，两人在许下诺言后浪漫热吻，那一刻的氛围确实甜得能掐出水来。然而，这份甜蜜却被一种挥之不去的诡异感包裹着。导演似乎格外钟情于由下至上拍摄的死亡角度，让两位主角的脸在镜头中显得有些变形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本该是亲友齐聚、温馨感人的场合，现场却空无一人，只有两位新人，仿佛在一场与世隔绝的仪式中自我感动。为了呼应青梅竹马的主题，导演甚至别出心裁地请来了饰演两人童年时期的小演员，让他们在一旁进行着旁白式的对话。这种超现实的处理方式非但没有带来感动，反而让整个场景显得突兀又怪诞。而压轴的败笔则落在了赵今麦那身被网友群嘲土气的婚纱上，不仅款式过时，更让她整个人显得老气横秋，彻底摧毁了新娘应有的灵动与圣洁。一场本该被反复回味的经典场面，就在这诡异运镜、简陋场景和拉垮造型的三重暴击下，沦为了一个尴尬的笑柄。回想起这对 CP 曾带给观众的巨大期待，此刻的愤怒与失望便愈发显得真切。张凌赫与赵今麦这两位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，自去年在古装大剧《度华年》中首次合作，便凭借其极致的 CP 感引爆了话题。《度华年》改编自知名小说，讲述了一对在上一世因误会而相杀的帝后长公主李荣和首辅裴文轩，双双重生后决心摒弃前嫌，携手查出前世真相，守护家国的故事。剧中，两人从充满戒备与试探的怨偶，到最终解开心结，成为彼此唯一依靠的灵魂伴侣。其间的情感张力与细腻互动，让无数观众为之沉沦。张凌赫的清冷腹黑与赵今麦的聪慧坚韧，在古色古香的背景下碰撞出惊人的火花。因此，当传出两人将二搭现代剧《樱桃琥珀》的消息时，全网的期待值几乎瞬间拉满。《樱桃琥珀》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久别重逢的青梅竹马故事。赵今麦饰演的小太阳林奇乐，与张凌赫饰演的内敛学霸蒋教熙，从少年时的懵懂情愫，到因家庭变故而被迫分离，再到成年后的再度相遇，
剧情的前半段充满了青春的悸动与现实的无奈，两人的化学反应一如既往的优秀，尤其是在最后的几集中，剧情的张力被推向了高潮。林奇乐为了爱勇敢地追到香港，却面对着因家道中落、背负巨额债务而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的蒋教熙。他越是推开，他越是靠近。当林奇乐拖着行李箱佯装决绝离开，蒋教熙坐在台阶上崩溃痛哭，那种无助与深爱被张凌赫演绎的淋漓尽致。而下一秒，林奇乐又悄然出现，用一个温暖的拥抱融化了所有坚冰。这一段破镜重圆的戏码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，也让人们对他们共同克服难关后的幸福生活充满了无限遐想。他们一同奋斗，一个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在投资界崭露头角，一个成为了温柔而坚定的小学老师。一切都朝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可谁能想到，这用无数虐心与甜蜜铺垫起来的情感之路，最终会通向一个如此敷衍和潦草的终点。曾经有多甜，现在就有多气。这种强烈的情感反差，像一记重拳，狠狠打在了每一个真情实感追剧的观众心上。从杜华年的1+1大于2，到樱桃琥珀结局的1+1远小于预期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演员的表演依旧在线， CP 感也并未减弱，那么矛头无疑指向了制作层面，尤其是导演对于高光时刻的理解与执行能力。一场好的感情戏绝非简单的走流程，它需要镜头、光影、配乐、剪辑乃至演员一个眼神的精准配合，共同营造出能让观众沉浸其中的情绪场。当观众跟随主角经历了种种磨难，他们需要一个出口，一个能让所有积压情绪得到释放的、具有仪式感的场景。婚礼与洞房正是承载这份仪式感的最佳载体。然而，樱桃琥珀的导演显然误解了这一点。他或许试图用一些与众不同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浪漫，却最终因能力不足或审美偏差，交出了一份诡异与敷衍并存的答卷。这不仅是对观众情感的漠视，更是对演员辛苦付出的不尊重。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剧集市场，观众的品味与要求日益提高，他们能识别出真诚的创作，也同样能看穿敷衍的行活儿。樱桃琥珀用一个惨痛的例子证明，再好的演员配置，再强的 CP 光环，也无法挽救一个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制作团队。它摧毁的不仅是这部剧的最终评分，更是观众对于制作方乃至这对组合的信任。